16人参加野外生存节目，15人死亡，仅有2人活了下来。选手被带到荒无人烟的大山深处，这里没有道路，没有网络，更没有手机。这本是一场千万奖金的真人秀节目，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早已脱离了节目组的安排。随着主持人的一声令下，选手们争先恐后穿越死亡峡谷，率先到达目的地的2名选手将会获得担任队长的资格。可游戏刚刚开始，便暴露了人性的善与恶。有人会善意地向同伴伸出援手，但换来的却是以德报怨。很快，第一个抵达目的地的选手诞生了，大壮成为了第1任队长，紧随其后的就是安娜。原本处在第2位的保罗，则因为自己的举动失去了队长的资格。很快，大家便通过了第1关的考验，选手被分为红蓝2队，大壮和安娜轮流挑选好自己的队员。接下来将进行一场团队竞赛，选手需要穿越一个个障碍物，获胜的一队将获得珍贵的火种。蓝队的阿伦跨越木桩时不慎摔下，扭伤了脚腕，红队大壮则率先拿到了火种。可就在他想装擦通过独木桥时，不料脚下一滑，掉入泥潭。而蓝队的小帅则稳如老狗，为团队赢得了宝贵物资。随后，主持人将大家召集到一起，他说：“大家别高兴得太早，接下来每一天只会更加艰险。为了给比赛增加亮点，节目组还特意邀请了明星小薇和小强参加比赛，他俩被分别安排进了2支队伍。接着，主持人给大家分配住所，红队被安排到了附近的一个发电站，而蓝队则住进了河边的一处木屋内。阿伦的脚腕扭伤严重，大家都好心劝他退赛，但一想到那丰厚的奖金，阿伦还是决定坚持下去。此时，光头还嘲笑起了红队，会不会因为没有火种而被冻死？队长安娜也表示不会把火种分给他们，而小帅则坚持要把火种送过去。尽管队长强烈反对，可他还是不管不顾。小帅摆脱了栏目组，可正当走到半路时，突然听到几声莫名的枪响，担心引来危险，他只能将火熄灭。此时木屋内的队友也听到了枪声，但想到可能是猎人打猎，也没在意。而另一边的红队正在尽兴地听小强讲拍电影的故事，可突然被闯进来的小帅打断。大家都不相信，只有小帅隐约中有种不祥的预感。第2天，脚扭伤的阿伦实在无法再坚持参赛，他不得不敲响铜锣退出比赛。可节目组的人却迟迟未能出现。看到老实的阿伦如此激动，大壮决定让小帅带他去现场看一下。而另一边，光头也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队友。小薇还在铁铲上发现了头发，但大家也认为这是节目组有意为之。可殊不知，他们即将大祸临头。光头刚想开门出去转转，突然，一个野人老狗闯了进来。几年都没见过女人，老狗差点流出了哈喇子。他们持枪绑架了所有人。
当场脱掉衣服，还用鹿角死死固定住他的身体。在黑漆漆的枪口下，其他选手也是敢怒不敢言。木屋内只剩下了翠花绝望的低吼咆哮。一场千万奖金的生存游戏早已演变成了一场生死逃亡。事后翠一头饿狼叼着一只人类手臂。丽莎果然是丽莎，一记火焰大招就吓跑了饿狼。大家商量着，无论如何也不能。装满食物的铁盆掉了下来，光头赶忙接过铁盆，竟然是满满的一盆烤肉。他兴奋地喊众人来干饭，可小坦却制止了大家，因为他看到一块肉上挂着一个旗环，而这正是小薇肚脐上佩戴的。大家都怀疑小薇被这些人杀害做成了烤肉，可光头闻了闻说是猪肉，刚想尝尝就被大壮阻止了。丽莎拿出匕首在肉里翻找，果然找到一根小薇的头发，可光头坚持认为是猪肉，拿起肉就往嘴里塞，丝毫不顾大壮的阻拦，不但吃得津津有味，还想拿给大壮尝尝，而这也彻底惹毛了大壮。大壮拿起铁盆就是哭呲两下，光头没有头发的保护，哪里扛得住这般敲打？最终肉没吃完就饮恨西北了。正当大家万念俱灰时，突然一根绳梯放了下来，原来是小帅赶到了。老白刚被救上来，一眼就看到了节目主持人，如果不是这个该死的真人秀节目，大家也不会落得如此惨境。小帅赶忙上前拉架，说是主持人带他过来找到他们的，这才阻止了老白。目前的情况可谓是疑点重重，10人族全部消失了，只留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人肉。随后他们也发现了小薇，原来她被关了起来，并没遇害。而最可疑的就是主持人，第一天他就消失了，现在却又突然出现。随即他给大家看了一段录像。
像。第一天晚上他就发现了异常，工作人员全部昏睡过去。他本以为这是节目组的恶作剧，直到所有人变成了行尸走肉，紧接着便响起了枪声。惊慌之下，他逃进山林迷了路。可即便这样，大家还是感觉主持人在说谎，随后就用绳子把他绑了起来。就在大家把光头埋掉回来后，却发现主持人不见了。丽莎根据痕迹判断，主持人多半是被拖走的。几人沿着痕迹找到河边，眼前的景象瞬间让大壮上头，地上只剩下了一堆烂肉，还掺杂着主持人的衣服碎片。这下事态显得更加诡异了。河边又出现一群神秘人，死死盯着他们。大家刚想打个招呼，却发现那些人如同木偶一般朝他们袭来。众人这才意识到，这他喵的哪里是人啊，分明就是一大群丧尸。为了掩护队友躲避，小帅很快与丧尸缠斗起来。小强也一改往日的懦弱，瞬间化身成一名丧尸杀手。大美急忙打开房门喊大家进来，可好巧不巧，跑过来的小强刚好撞在了大美手中的匕首上，没帅过3秒便躺刀了。小强来不及撤退，瞬间就被涌上来的丧尸吞没。一群人只能躲在狭小的木屋内。正当众人绝望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了喊话声。随后，一群全副武装的大兵冲了进来。等大美再次醒来，身边已是空无一人。她换好衣服，四处查看，发现这里关着很多小猴子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喊住了她。通过询问得知，这里是俄罗斯的一处秘密实验基地，专门用来研究生化细菌和病毒，而其他队员也全都被带到了这里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，更是让众人毛骨悚然。人类发现一种新型病毒，将其注射到猴子体内，短短10分钟，猴子就饮恨西北。根据各项指标显示，猴子的确已经死亡，但当实验人员清理尸体时，猴子却突然活了过来，还咬伤了实验员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实验室开启了最高防御系统，向实验室喷入了大量有毒气体，试图杀灭病毒，防止泄漏。可他们却疏忽了一件事情，消毒后的气体被排放到大气中。虽然气体对环境无害，可不曾想这种病毒并没有被完全杀死，反而通过云雾扩散到周围地区。而这也正是节目组成员变成丧尸的原因。为了防止病毒继续传播，大兵只能将节目组成员射杀。听到这里，大家不禁都是汗毛炸起，但还是觉得有些匪夷所思。为了让大家引起重视，上校带他们来到实验室，看到了那名被病毒感染的实验员。随后他们被安排进了隔离室，在没确认他们是否被感染之前，谁都不能离开。Пока вы спали, мы взяли у вас кровь на анализ. К сожалению, у Александра вирус проявился достаточно быстро, поэтому мы... 看到小薇确认感染被关了起来，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出去，于是纷纷拿起纸笔写起了遗书。当真正面临死亡时，每个人的情绪都崩溃到了极点，甚至平时看不顺眼的人都大打出手，似乎只有这种方式才能缓解内心的压抑。就在这时，房门打开了，大壮、小帅3人被带了出去。众人都很失望，为什么被带走的不是自己？没被带走，那肯定是被感染了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小帅3人竟被关进了小薇的房间。Черкизова Марин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, Нечаев Сергей Олегович, Суббота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。大美只能隔着玻璃和小帅做着最后的吻别。可狗血的是，当大美返回想再看小帅一眼时，却发现大花和小帅做起了苟且之事。隔壁的丧尸都他喵的看不下去，眼睛血红直撞玻璃，而大花则是一脸诡异表情。此时警报突然响起，上校带大家迅速撤离。可就在这时，阿伦突然抢过来一把枪，他决定和大美留下救出小帅。将军允许了他们的决定，但是基地大门马上就会关闭。阿伦很快打碎了强化玻璃，几人飞快奔向基地出口，可最终还是晚了一步。大壮发现铁门是电子锁，要想逃出去，必须有人留下把里面的铁门锁上。不等众人反应过来，大壮迅速进去关上了里面的铁门。他决定用自己的性命换来同伴的逃生。果不其然，此时外面的铁门缓缓打开，小帅几人最终逃了出来。另一边被带走的队员也踏上了归途。可正当军车驶入隧道时，意外发生了。几人漫无目的地穿梭在丛林里，突然前面草丛传来一阵异样。原来是大壮，他竟然从基地里逃了出来。
再次重逢的几人相拥而泣。几人沿着河流来到湖边，意外发现一辆破旧的公交车。他们先是在里面找到一些肉类罐头，随后又在附近发现一条小船。这瞬间让几人看到了逃生的希望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艘皮艇开了过来，几人顿时提高了警惕。为首的老头还拿着枪，趁其不备，小帅和大壮瞬间控制了老头。年轻人说他们是地质考察队的，而老头正是他们的老师。因为皮艇损坏，只能在这里暂停休息。随即又打开了木箱，里面放的正是岩石标本，这才让小帅几人打消了顾虑。可等到第二天醒来，大壮发现老头3人逃跑了，还偷走了他们的小船，只留下一顶帐篷空空如也。可还没等多久，又有一拨人突然造访，几人手里全都拿着枪，原来他们是当地的土著人。带头的问小帅有没有见过3个男人，还说他们偷了自己的黄金。为了避免再惹上麻烦，小帅只能说没见过。男人瞥了眼旁边的帐篷，随后又在附近发现了皮艇。小帅的谎言瞬间暴露，他们很快被土著人控制起来。土著人严重怀疑他们是同伙，眼看是解释不清了。二当家建议让他们帮忙追回黄金，有人质在手里也不怕他们逃跑。他们顺着湖边，不久便发现了被偷走的小船，很快也找到逃走的3个男人。可此时二当家又改变了主意，他要自己带着黄金去城市生活，丝毫不顾小帅同伴的死活。3方争执不下，随即便爆发了一场混战。大壮夺过枪，先是干掉了二当家的，接着又打死了地质队3人。可大壮见钱眼开，企图带着黄金逃走。小薇则趁机打晕了小帅，于是拿起黄金和大壮一起逃跑。可不曾想，就在逃跑途中，小薇意外跌落山坡，摔在岩石上，造成腿骨断裂，眼看伤势严重。小薇想先休息一会儿，可大壮却死死勒住了她的脖子，最终小薇惨死当场。这一幕刚好被追来的小帅看到，小帅劝他一起回去救同伴，可失去理智的大壮根本不听，他死死掐住小帅脖子，刚要拿起石头干掉小帅，却被小帅抢先一步，大壮便就此饮恨西北。小帅并没有带着黄金逃跑，最终返回驻地救下了同伴，而另一边乘坐军车回家的队友却在路过隧道时发生了意外。看到周围的恐怖，拿起肉便往嘴里塞。老汉径直走向小坦，先是摸了摸他的腿，接着又去检查了上校的情况。突然被旁边上校的声音吸引，老汉发现上校还没死透，随即拿起斧头向他走去。趁其不备，小坦赶忙挣脱束缚解开皮带，但他并没直接逃跑。等到晚上，小坦顺着火光找到了失散的队友，众人这才知道小坦在隧道里被食人魔拖走，险些丧命。第二天早上，一辆卡车向他们开了过来，原来是老白找到一辆汽车，于是几人纷纷上车，想着赶紧逃离这个鬼地方。就在大家以为终于可以逃出升天时，破旧的汽车突然熄火了。老白尝试着重新启动，可怎么也打不着火。这时前方突然出现滚滚黑烟，定睛一看，正是那个食人魔老汉。就在大家惊愕之际，老汉将冒着黑烟的燃烧棒向他们丢来，几人很快被黑烟迷晕，紧接着便被老汉一个个拖走，而等待他们的将是另一个地狱。就在这时，卷毛在旁边发现一把铁锯，看来食人魔是想让他们自断腿脚来取下钥匙。几人也都是面面相觑。突然，容器四周开始冒水，大家尝试堵住洞口，但由于水压太强，根本堵不住，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小坦突然想到，可以趁着水位上涨轮流潜水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到钥匙。但这个想法立马遭到保罗的拒绝，因为他根本就不会游泳。小坦在上面安抚着保罗，好在大家很快找到了节奏。可随着水位越来越高，留给大家呼吸的时间越来越短，不会游泳的保罗则显得更加慌张，浮出水面后怎么也不肯下去。而水下的小花早已坚持不住，在同伴的帮助下才将保罗拉了下去。慌乱之下，保罗双脚乱蹬，一不小心腿脚被铁链缠住，几秒钟便领了盒饭。小坦则在小花的帮助下拿到了钥匙，成功逃脱了锁链的束缚，但钥匙却不小心掉到了水底。小花下去没能找到，于是只能换卷毛下去寻找。卷毛在水下找到钥匙，并成功打开了锁链。他随即把钥匙交给小花，但小花开锁时却不慎把钥匙折断。卷毛尝试着帮他打开，可终究也是无力回天。小花也永远沉在了水底。而另一边的丽莎和老白也经历着生死逃亡，他俩被困在一个不断下沉的铁笼里。好在最后关头，他们打开了铁笼，很快便脱离了危险。可就在两人登上码头时，看到迎面走来一位壮汉，这正是把他们抓到这里的食人魔。二话不说，老白上去就是开干，丽莎也是给予配合。最终在2人合力攻击下，成功让食人魔老汉领了盒饭。存活的4人在码头汇合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开过来一条小船，正是小帅他们逃出的4人。至此16名选手只剩下8人。此时天空传来一阵轰鸣声，通过询问得知，这竟然是一架搜救直升机。虽然众人都感觉太过巧合，但无路可走的他们还是登机了。途中几经坎坷，他们又登上了一架滑翔机。殊不知，一场更大的危机即将降临。机舱内的几人
100万欧元。